流年3，所谓的潜能和才华到底是什么？要做什么事才能激发潜力？要挑战什么才华才会展现？缺乏方向，让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对。这就是流年3的强烈震撼力，让你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好像不认识自己。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拿回你的人生主导权。知道灵数相处很简单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小铃铛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喵喵大师。今天来说生命灵数很特别的流年3，它是所有人很想要但无法掌握的东西，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，会引发所有人的关注。你觉得很不真实吗？代表你还很青春，没有真正被流年3燃烧、淬炼、重生过。就算你没经历过，但应该听过、看过，有人因为做一件事就瞬间爆红，在学校、公司、亲朋好友间成为话题人物。更厉害的是，在网络媒体上变成超级网红，引发一阵流行和网友的跟风模仿。为什么突然会被大家喜欢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流年3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用生命灵数看流年3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点难，可以复习以前的节目。流年1到9里面有基本的说明。今天这集真的很难得，讲流年3是什么，赶快收藏起来，随时复习，还能分享好友哦。如果你没算过生命灵数，怕不小心算错，或是解读没把握，想知道自己的流年是多少，就让喵喵大师帮你算，来帮你咯。按资讯栏连结就可以，很简单的，更新版还有专属你的流年解说哦。有喵喵大师帮你算的同学，请对号入座。就让我们从流年3开始慢慢说吧。首先，先来解释流年的概念。最直接的说法是，它很像游戏的关卡，欢迎你进来闯关。过程中你会遇到机会、命运，可能会让你的成果被放大或缩小，但能不能把握时机，就看个人的聪明智慧了。这应该是游戏玩家都有的基本概念了。因此，每当你的生命灵数流年刚好是3的时候，就代表你进入了名为流年3的关卡，而且你有1年的时间可以慢慢破关。今天会用新手面向出发，给大家提示你可能遇到哪些问题，怎么面对，或是用这集的节目内容回想之前的流年3，自己是怎么度过的，有没有被关注。通常在你进入流年3之前，就会有迹象了。很习惯自我对话和自我观察的人，通常在前年底就会发现自己好像被人期待了。一旦身为主角的你进入流年3，所有关卡就会触发，为你带来一连串的变化。让我们用一个好懂的例子来解释。例如，你在这个工作已经待一阵子了，大部分的任务你都有操作经验了，其中简单的部分几乎变成你的反射动作了，比较麻烦困难的部分也开始熟练起来。特别是工作中让你感觉辛苦的地方，本来会让你紧张到常常眉头皱在一起，让大家以为你心情不好，不敢和你讲话，其实是压力太大，表情管理失败而已。现在终于上手了，你的眉头自然就开了，整个人放松很多，也会开玩笑搞笑，大家开始觉得你其实很好相处。你的主管或老板甚至开始放手，尝试让你独立完成任务的其中一个部分，不再像以前一样时不时就追问你的进度，或是怕你搞错，要你每天回报所有细节。现在是没有异常的话，只要定时回报就好。你感觉自己被认同了，心里非常的开心。就因为这样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。本来你觉得辛苦的事，现在出现了成就感；以前感觉困难的事，竟然变成了乐趣。严格来说，你负责的事并没有改变呀。那么是哪里发生了变化呢？答案是你的心情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，因为你熟练了，习惯了，不会紧张了，才能体验到成就感，享受到乐趣。是的，你的心情才是让这一切改变的关键。你开始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，于是你打算加入一点点的创意乐趣。也许只是在资料转交时，在最上方多一张你贴心提醒交接重点的便利贴，就让大家感觉到你的真诚和细心。接着，所有人都在称赞你的贴心可爱，让你感觉受宠若惊。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大事呀，怎么会被夸赞成这样？感觉很不真实，只好腼腆的笑，不知道怎么回应才好。
就因为这样，主管认为你很有潜能，问你要不要挑战新任务，培养新的能力呢？主管的鼓励下，你变得比以前积极活跃，尝试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但挑战也出现了，因为你提出的建议恰巧是曾经失败的经验。于是有经验的前辈直接指出了你的盲点，大家认同前辈的分析，觉得你的方法不可行。虽然前辈说这是经验分享，没有责怪你，但已经让你感觉自己很失败，甚至有点自卑。这件事让你忍不住自我怀疑，之前被大家称赞，该不会只是运气好而已？今天提了这么失败的建议，要完蛋了啦！完全展现出自己的经验值不足的缺点，经验不足的自己和别人比起来，好像很爱现，像刚会走路就想跑步的小屁孩一样，这让你感觉非常沮丧。所以你决定，为了避免下次又被大家集体否定，下次有想法时，还是不要随便说出来好了，免得又被大家打枪，自己会难过的。虽然说是彼此经验分享，不用在意，但你担心大家会不会偷偷的嘲笑自己呢？虽然主管说自己有潜能、有才华，听起来很棒，但实际上却模糊到不行。所谓的潜能和才华到底是什么？要做什么事才能激发潜力？要挑战什么才华才会展现？缺乏方向，让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对。这就是流年3的强烈震撼力，让你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好像不认识自己。当主管说有潜能、有才华，应该要挑战时，自己的确也鼓起了勇气，奋力前进了。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次挑战就直接阵亡，结果让你超惊吓。不是有潜能、有才华吗？怎么一点用处都没有？会不会是主管看错了，自己其实是没有才华的普通人吗？不会吧？既然今天讲的是流年3打从心底的畏惧，就让我们说仔细讲明白。记得前面说过流年是为期1年的关卡吗？没错，在前面例子说的自我怀疑的情况可以重复发生一遍一遍再一遍，因为你体验的时间有整整1年哦。是不是想到这里就快要昏倒了？到底自己的才华是什么？要怎么培养才好？这就要看你当时的主题数，才知道你方向在哪里。目前无法得知，要用喵喵大师帮你算才知道。需要主题数的话，按资讯栏连结就有哦。让我们继续回到流年3的关卡，为什么这么难以捉摸？难不成是隐藏宝物吗？没错，你猜对了，但你一定觉得棘手。辛苦挑战1整年才拿得到，当然是很棒的宝物。只要破关的人，就会给人才华洋溢的感觉。但现在你的才华是还没打磨的原石，只有一个角度看得出里面有宝石，这就是潜能。必须透过现实的磨练，粉碎包覆在外面的硬壳，你的才华外现之后，才会像宝石闪闪发亮。重点来了，新手的你在没有攻略提示的情况下，肯定会被流年3弄得不知所措。只要你看了今天的节目，就不用担心，至少你知道宝物就在自己身上，不用往外找，会比没有头绪的到处打听强上好几倍。这是喵喵大师的独门绝技，听到赚到。流年3就是要让你的才华大胆展现出来，才会有这样的场景、成员还有事件发生，好让你清楚地体验到、感觉到自己哪些部分别人觉得有潜能，这就是可能的方向，请朝这个方向去努力。还有自己做什么事，大家会觉得惊喜、惊艳，这就像是原石突然透露了一点闪耀的光芒。请把握这件事和你努力的过程，全部记住，把它当作起点，往前后左右去慢慢扩大。宝石就在这里，需要你去挖掘才会出现。换句话说，宝石就是你的才华呀。面对这个情况，千万不要想一步登天，毕竟覆盖在宝石外面的不是灰尘，是石头。那要怎么办才好呢？请一次挑战一件事，设定一个小目标，顺利完成就很厉害了。像是为了增加新鲜感，你提议多做一件事，但只要增加工作量，就会有人反对。这时就挑战你能不能寻求旁人的支持。首先，你的提议是否真的让人心动，让大家产生想挑战看看的心情。接着就是你能不能自己担任主力。如果做不到的话，大家拒绝你是很正常的事，请回头学习，继续增强实力，下次再挑战。
相信自己，保持正向心态，不要轻易放弃。每次挑战一个小目标，可以帮助你累积自信心，主动参与各种活动，建立你的可信度，才有机会说服反对的人，客观思考你的提议。最重要的是，就算你感到畏惧想退缩，你都要相信自己，勇敢地展现自己。有趣的来了，对1到9号人来说，才华的定义和想法是完全不同的，但一样的是，你要面对自己内心的畏惧。因此，流年3破关的方法，旁人帮不了你，临阵脱逃、赖皮一整年也是可以的啦。毕竟这是现在的你认为最好的办法了。但是喵喵大师要提醒你一件事，9年后的流年3会从这个进度再来一次的哟。请认真想想，你的才华可以被埋没多久呢？喵喵大师希望你拥抱生命灵数的特质，认识自己的生日、灵数、剧本数、主题数、面具数、有数、缺数、流年，让数字的能量成为你才华洋溢的助力。选择自己有的擅长的部分来进行，累积有效的努力，成果才看得见。只要方法对了，你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。欢迎大家留言，你认为的才华洋溢是什么呢？生命灵数看喵喵大师，你会越来越亮眼的哟。如果你觉得喵喵大师的灵数2.0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帮助，就欢迎订阅、追踪并分享给他们哦。我是喵喵大师，下次再聊喽。